电子组态。根据波尔的原子模型，每个原子包含不同数量的电子壳层，而电子围绕住原子核不停运行，每个电子壳层只能容纳到一定数量的电子。每层电子壳层能容纳最多的电子数目相等于 2n 的2次方，其中 n 是电子壳层数。首先，电子排列在最接近原子核的电子壳层。排布电子的方法，由内壳层到最外壳层，直至所有电子都排列在电子壳层内。参考表格内容，例如 n 是1，表示第一个壳层可以容纳最多2粒电子；如果 n 是2，表示第二个壳层可以容纳最多8粒电子；如果 n 是3，表示第三个壳层可以容纳最多18粒电子。余下的电子都排列在其余的电子壳层内，如此类推，直至所有电子都排列在各电子壳层内。例如，亚原子的电子排布，如图1所示。电子排列的规则。以锂原子作为一个例子，锂原子序数为3，铀原子的序数可以得知电子的数量，因此锂原子需要有3粒电子来平衡原子核内质子的正电荷量，因原子是中性的。开始，我们把第一粒和第二粒电子放进第一壳层，因为第一壳层只能容纳最多2粒电子，必须要记住的，这是其中之一的规则。因此，第3粒电子必须放入下一壳层。我们在外围画出一个更大的圆圈，代表第二壳层放入第3粒电子，这样就完成了锂原子的电子的排列。根据以上的规则，其他的原子的电子排列亦可以按此方法排列。重点：首先，电子排列在最接近原子核的电子壳层，即第一壳层。如果第一壳层已填满，其余的电子便排列在第二壳层，如此类推，但要遵守各壳层最多可容纳的电子数量。以下是锂原子的电子排列是2、1，如图2所示。另一个说明例子为镁原子，质子和电子因受静电力而互相吸引，电子会按其能量级数而填入不同的电子壳层。真实的电子组态相对复杂，暂不会讲解。总体来说，越接近原子核的电子壳层，它的能量级数越低，因此随着电子轨道的半径增加，电子壳层的能级亦会增加。在图中，最接近原子核的那一壳层代表最低能级。我们用大小不同的圆圈代表不同能级的壳层。我们可以使用圆点或交叉符号代表每粒电子。同时，原子核的核心附有该元素的化学符号作为识别，因此根据不同能量级的电子会填入各个不同的电子壳层中。首2粒电子必须放入最接近原子核的那一壳层，例如最接近原子核的第一壳层，这个壳层最多可以容纳2粒电子；第二壳层最多可以容纳8粒电子，因此余下的2粒电子会放入第3壳层。根据以上的规则，各电子便可以放入于不同的壳层内，因此镁原子的电子排列为2、8、2，如图3所示。课程要求同学只需要认识首20个元素的电子排列规则，但要注意是钾和钙元素它们的电子排列。以下是一颗中性原子，它拥有20粒电子，第一壳层最多可以容纳2粒电子，第二壳层容纳多达8粒电子，第3壳层也最多容纳8粒电子，最后2粒电子进入第4壳层。这是钙原子的电子排列。运用数字表达电子排布方式时，一种速记方法是2、8、8、2。
讲解如何运用数字表达电子排布。2882，它是一种简易方式的表示方法。代表第一壳层可容纳的电子数目，各壳层之间以逗号做分隔。第二个数字代表下一壳层能够容纳的电子数目，其后是第三和第四壳层容纳的电子数目。以上的表达方式是用数字表达电子的排布。从以上例子，同学已经掌握了绘画电子组态的基础知识。尝试绘画首20个元素的电子组态，或用数字表达的电子排布。按照上述规则，我们是用数字表达方法表示首20个元素的电子排布。结果显示如下。根据波尔的原子模型，镓的电子排列应是2、8、9，钙应是2、8、10。然而，镓和钙的正确排列是2、8、8、1和2、8、8、2。暂不会做详细解释，因超出这个课程内容。